博弈论，这个听起来似乎只与数学和逻辑密切相关的术语，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悄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博弈论真的能改变世界吗？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博弈论的奥秘，以及它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和领域中产生深远影响的。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博弈论最初由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在1944年共同提出。它是研究具有冲突和合作可能性的参与者博弈者之间的决策制定的理论。简单来说，博弈论试图解释在相互作用的个体之间如何做出最优的战略性的决策。但博弈论并不仅限于理论研究，它的实际应用范围极为广泛，从国际政治的角力到公司间的市场竞争，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决策到影响全球经济的大事件，博弈论无处不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竞赛就是一个经典的博弈论案例。双方都清楚，任何一方的核攻击都将导致双方的毁灭性报复，因此形成了著名的相互保证毁灭 MAD 策略。在经济领域，博弈论也有着显著的应用。企业在制定价格、产量、市场进入等策略时，都会考虑到其他竞争对手的可能行动。这种策略上的博弈不仅决定了企业的成败，也影响着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博弈论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帮助心理学家理解人们在社交互动中如何做出决策，特别是在存在潜在冲突时。通过研究个体如何在合作与自私之间权衡，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国家例子。例如，美国在其对外政策中广泛应用博弈论，无论是在处理国际贸易问题，还是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战略部署，博弈论都为美国提供了制定策略的框架。在经济领域，美国利用博弈论来预测市场趋势，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维护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会选择使用这样的政策呢？核心原因在于博弈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和预测不同参与者行为的科学方法。在一个国家的决策层面，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充满了各种复杂的互动和竞争。博弈论通过建立模型，帮助决策者理解这些复杂情境中的动态，预测其他国家或者市场参与者的可能行动，并据此制定最优策略。除了提供决策框架，博弈论还有助于解释历史事件。比如，为什么某些国际冲突会导致战争，而其他冲突则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从策略角度分析这些情况，提供更深入的理解。至此，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博弈论的定义、应用以及在不同国家中的影响，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下一段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经济策略，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这一理论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它又如何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让我们继续探索。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当我们深入探讨博弈论在具体国家政策制定中的应用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和生动的实例。这些例子不仅展示了博弈论的理论价值，也揭示了它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博弈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银行业的不稳定、股市的动荡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崩溃，都对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其中就蕴含着博弈论的策略思维。例如，为了稳定金融市场，联邦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资金注入，同时降低了利率，旨在鼓励投资和消费。这些措施背后的策略考虑，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博弈。政府通过这些行动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它将不遗余力地支持金融体系。
这种信号有助于重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缓解市场的恐慌。此外，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时，美国也经常运用博弈论的原理。例如，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需要评估对方的策略意图，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这种策略互动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其中一方的利益往往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的。然而，通过精心设计的谈判策略，双方有时也能找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再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是博弈论应用的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个持续几十年的地缘政治对抗中，博弈论为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了分析对手可能行为的框架，尤其在核武器政策的制定中，博弈论的影响尤为显著。美国和苏联都明白，任何一方的首先使用核武器都会导致对方的全面报复，从而引发全面核战争。这种理解促使双方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即相互保证毁灭 MAD 策略，有效避免了核冲突的发生。除了这些大规模的国际博弈，博弈论在更细微的领域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环境政策制定中，政府需要考虑工业污染者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博弈。通过制定适当的环保法规和激励机制，政府能够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同时不至于对经济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这些例子显示，博弈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工具，它也是一个实用的政策制定框架。无论是在国内经济政策，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博弈论都能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互动关系，制定更有效的策略。总的来说，博弈论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体现了一种深入理解复杂人际互动和竞争的需求。通过分析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可能的互动结果，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制定出适应复杂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政策。正是这种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博弈论成为现代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采用了博弈论作为决策工具之后，美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变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精心设计的策略和政策，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同时也减少了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的救市行动最终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尽管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但通过博弈论的策略分析，政府成功地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不仅阻止了经济进一步下滑，还为后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博弈论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精心设计的贸易谈判策略，美国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这些策略不仅帮助美国保持了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核武器政策也是博弈论应用的重要案例。通过相互保证毁灭 MAD 策略，双方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维护了一种虽然紧张但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这种平衡不仅保护了两国的安全，也为全球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环境政策方面，通过考虑到工业污染者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成功地推动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和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促进了清洁能源和可持续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结构进行了重要调整。这些经济转变的例子表明，博弈论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可以带来实质性的改变。通过理解和预测各方行为，决策者能够制定出更加有效和高效的策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短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为长期的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论的应用并不总是直接明显，有时它的作用体现在对策略选择的微妙影响上。这些影响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在长期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例如，在国际关系中，通过策略互动，国家之间可以建立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这种稳定性对于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全球政治都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博弈论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它在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通过精确的策略分析和预测，博弈论帮助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做出了更加明智和有效的决策。这些决策不仅改变了特定国家的经济走向，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博弈论在不同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它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种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将继续为我们提供解决复杂问题的新视角和方法，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进步。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博弈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界限，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变革。从国际政治的博弈到经济市场的竞争，再到社会行为的分析，博弈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新视角和工具。在国际政治领域，博弈论的应用尤为显著。例如，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博弈，不仅影响着两国的经济，也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博弈中，双方都试图通过战略性的谈判和政策调整来优化自身利益。通过理解对方的策略意图和可能的行动，每一方都能更好地制定出适应性的对策。这不仅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为达成双赢的贸易协议提供了可能。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举个例子，全球石油市场上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非 OPEC 产油国之间的产量协调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确定石油产量和定价策略时，需要考虑到其他产油国的行动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博弈论的分析，这些国家能够制定出更加有效的产量和定价策略，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着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在社会行为的分析中，博弈论也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例如，在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博弈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公地悲剧的本质。个体在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破坏。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政策制定者能够设计出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规则，以促进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此外，博弈论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不同国家在减排承诺和环保投资方面的决策，可以被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博弈。每个国家在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全球气候目标。博弈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分析和预测各国行为的框架，有助于寻找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在总结这一切时，我们可以看到，博弈论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理论，它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博弈论，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市场动态和社会行为。它帮助决策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做出更加明智和有效的选择。最终，博弈论的魅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应对复杂现实世界问题的新方法。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种对复杂性的深入理解和分析，使得博弈论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随着博弈论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继续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